大家好，本期大问题节目要探讨的大问题是如何克服虚无主义。什么是虚无主义呢？简单说啊，虚无主义就是哲学上的抑郁症。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呢，就是感觉生活啊，它没什么奔头，没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呢，也没什么特别值得追求的事情，事情呢也无所谓高下之分，怎么着都行。生活没有目标，人生没有意义。每天上班、下班、吃饭、领工资、花钱、打游戏、刷剧、氪金、买皮肤、买衣服、混吃、躺平、等死啊！当然，你要问他成天这么活，你享受吗？他也不享受，他也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也不想改变，就是这么赖活着而已。这就是虚无主义的日常表现啊！当然啊，如果你从学术方面来讲啊，虚无主义还分为好多个层面，什么本体论的虚无主义啊、认识论的虚无主义啊、生存论的虚无主义啊、政治上的虚无主义啊、美学上的虚无主义啊，等等等等啊！当然啊，这些不同层面的虚无主义多多少少都是相通的。但是我们今天啊，就甭整那么学术的，我们今天就在一个最日常的语境中探讨虚无主义的问题。我们今天讲的虚无主义，就是感觉不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目的，觉得自己的灵魂无处安放，对未来缺乏愿景，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去往何方。如果感到人生虚无了，主要会有两种症状啊，一种就是刚刚说的抑郁了啊，就是觉得什么都没什么意思，很消沉；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喷子型的人格啊，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没意义，那个没意义，见什么事儿呢都要无聊喷两句啊，他这么做肯定是收了钱的，要不然谁会不收钱而做事呢，对吧？那么见什么都要喷两句，甚至连自己都喷。你拿他还没什么办法，他先把自己喷了一通，然后躺地上来喷你，你说拿他能有什么办法？那如果发现自己陷入了虚无主义，我们该怎么办呢？虚无主义有办法被克服吗？我们能否找寻到人生的意义吗？关于这个大问题，我们今天邀请了5位哲学家，他们分别会给出不同的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案。他们分别是主张信仰至上的丹麦哲学家科尔凯郭尔，主张一种意志主义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主张一种超人哲学的德国哲学家尼采，主张一种存在主义的法国哲学家萨特，以及主张一种荒谬主义的法国哲学家加缪。当然啊，由于虚无主义这个问题啊是个超级大问题，所以呢，本期节目大概会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不过即便如此，对于这个超级大问题，今天这短短1个小时左右的小节目的探讨肯定是不完备的。今天的介绍呢，只算是抛砖引玉。接着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呢，本期节目也算是对20世纪的人本主义哲学的一次简单的梳理。如果节目中介绍的有遗漏和偏差，也欢迎各位朋友在弹幕评论里面补充和批评。好，下面进入会议正片，首先有请丹麦哲学家科尔凯郭尔出场。我们之前说了，虚无主义就是哲学上的抑郁症。那么如果我们把虚无主义看作是一种病症的话，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每一位哲学家其实都相当于一名医生。所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流程是，首先各个医生会给虚无主义这个病症提出各自的病因诊断，然后基于他们不同的诊断呢，他们会开出不同的克服虚无主义的药方，你们来评一评哪个方案更合理。好，我们先来看科尔凯郭尔对虚无主义的病因诊断。科尔凯郭尔对虚无主义的病因诊断就是追求理性主义、客观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西方形而上学，导致了对真实的个体化的生存的遗忘，从而导致了虚无主义。这个病因诊断可能一下子听不懂啊，这个哲学嘛，不说人话不大好懂。那咱们这个小节目就是干这个活的嘛。那么咱们接下来就来解释一下科尔凯郭尔这个病因诊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科尔凯郭尔是一个丹麦哲学家，他生活在19世纪的上半叶。当时主流的哲学呢是黑格尔的哲学，而黑格尔的哲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典型的理性主义、客观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形而上学，甚至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就是把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到了极致。那啥叫形而上学啊？当然啊，不是咱们在中学课本里面学的什么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思维方式啊。这种中学课本里面的解释和哲学圈里面的主流解释说的不是一回事啊。在哲学圈里面啊，形而上学的意思啊，简单说就是把这个世界啊分为表象和本质。当然本质是高于表象的，表象不是最真实的存在，最真实的存在啊是本质啊。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纷繁无杂的世界啊都只是表象，而在表象背后还有一个本质世界。这个本质世界是统一的、永恒的、纯粹的、美好的，因而也是能够为我们的生活赋予意义的啊。形而上学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而且呢，这种形而上学啊都会追求一种
普遍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理论体系啊，就是这个背后的本质或者规律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你甭管拿出什么稀奇古怪的现象啊，你放到我这个形而上学体系里面啊，我都能给你解释得通，对吧？正所谓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呢，都是能够被理性解释得通的。这黑格尔呢，就搞出了这么一套理性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大诠释的哲学体系啊，啥玩意儿放到黑格尔这个体系里面啊，都能够用理性的方式解释得通啊。当然啊，我们这么说听起来好像略带贬义啊，因为我们这里要介绍的科尔凯郭尔的哲学呢，它攻击的靶子就是黑格尔哲学。其实不光科尔凯郭尔了，后面要介绍的哲学家，包括这个叔本华呀、尼采呀，他们都是以黑格尔为靶子而展开自己的哲学思考的。可以说呢，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一大动力就是黑格尔啊。当然啊，本期节目讲的是虚无主义啊，不可能详细解释黑格尔的哲学的。如果啊，我们通过打比方来通俗的解释黑格尔的哲学的话，这黑格尔哲学就像什么呢？这黑格尔哲学啊，就像你在学校里面啊认真学习的一本权威教科书啊。这本教科书写的是特别科学、特别理性啊，写的特别厚，对吧？把这个世界上会遇到的各种问题都给写上了，还形成一道特别圆融的体系。老师呢还给你划了重点啊，给不同的题分了等级了啊。你把这些题都做会了，你就达到本科的水平了啊。如果你把这些题都给做会了，你就达到硕士水平了啊。如果你还能把这些题都给做会了，那你就达到博士水平了，对吧？你呢就跟这个打怪升级似的，一步一步的从小学到博士啊，把教科书里面的所有知识都给学会了，然后在学校里面参加了各种考试啊，你每次都考得非常优秀，基本上就没有你不会做的题了，属于是。这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啊，它就像这本权威教科书一样啊，为我们的人生意义提供了整体的解决方案。但是科尔凯郭尔认为，虚无主义的原因啊，就在于这只是个假象，这套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面对真实的生活的时候毫无指导作用。这就相当于熟读了这本教科书的你呢，一毕业就傻眼了，对吧？你发现这个社会上的事情呢，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啊，它根本就不在考试大纲上呀。就比如说，你马上要大学毕业了，你到底是找工作，是考研还是考公务员？你找工作的话，是找国企还是民企？是进互联网行业还是进实体行业？你如果考研的话，是出国读研还是留在国内？是继续读本专业还是换一个更有前途的专业？你考公务员的话，是报考离家近工资低的，还是报考离家远工资高的？你说这些个玩意儿该怎么选？哪本教科书上能把正确答案写给你？又或者说你现在准备谈恋爱结婚呢，你对两个女孩都有好感，但是你娶了小芳就必须放弃小圆，你娶了小圆就必须放弃小芳。可是小芳和小圆都很好啊，他们俩之间并没有什么可以用理性说得清楚的高下之分的标准，你必须在小芳和小圆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我全都要是不可能的，否则就犯重婚罪了。注意哦，这倒不是说有一个正确的选项在那里啊，只不过你获得的信息不够充分，尚且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选项。不是的，是你怎么选都对，也怎么选都错。就比如说你硕士念完面临要不要继续读博深造的问题，并不存在哪个选项是正确的。你选择读博会有读博的活法，你选择进社会工作会有进社会工作的活法。而且呢，无论你选择哪个选项啊，都会觉得哎呀，会不会选另外一个选项更好啊？你看，纠结就是人生的常态。科尔凯郭尔认为，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种非此即彼的纠结场景。可以说啊，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是电车难题这样的困局啊，而且还是复杂版本的电车难题啊。这电车难题的思想实验，好歹还是把无关变量都给你清出去了呀。而生活中的难题，简直就是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根本没个头绪。当然啊，我刚刚举的例子都是很轻描淡写的啊，什么小芳和小圆之间的抉择，说的跟段子似的。但是，在座朋友，如果你自己是个活人的话，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中肯定碰到过这种怎么选都对，也怎么选都错的场景，对不对？不存在说啊，你学了数学、物理学、哲学，然后熟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你就能做出正确抉择的，不可能的。也不是说啊，你到这个知乎上发个帖子啊，问老铁们我该怎么选啊，然后高赞答案就是正确答案了，不可能的。这种纠结感、无助感、彷徨感、焦虑感，是在我这个节目中无法用语言说得清楚的。但是在座朋友，如果你自己经历过的话，懂的都懂。生活啊，是根本没有标准答案的。为什么这样呢？在科尔凯郭尔看来啊，这是因为啊，根本不存在什么理性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教科书式的人生意义解决方案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所有其他人都不同的独特的个人。科尔凯郭尔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人，因此所谓的真理也只有主观真理。因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该如何生活，就不存在一种普遍的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的，对吧？马云当年成功的那一套，今天拿来给你抄作业，你就能成为亿万富翁的吗？不可能的，你的处境和马云是完全不同的。而那种理性主义、整体主义、普遍主义的形而上学犯的就是这个毛病，就是他企图给你制造出一个幻象，就是
你不是特殊的哦，你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哦，你是一个平均人，你和所有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哦。因此呢，就好像呢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人都通用的人生意义解决方案啊，你只要读了这本教科书或者听了这位大师的课，你就开悟啦，你就找到了通往正确生活的钥匙啦。但实际情况这只是一个幻象，根本不存在这样整体主义的解决方案，它反而导致了你对最真实的个体化的生存的遗忘，导致了我们脱离了教科书就没法独立生活了。当你在真实的生活中遭遇到真实的场景时，比如面临到底是考研还是考公，面临到底是取小方还是取小圆的时候，整体主义的方案只会让你茫然无措。这就是科尔凯郭尔对虚无主义的病因诊断。那么说完诊断，下面来介绍科尔凯郭尔为克服虚无主义开了什么样的药方。我们下面在讲到尼采的时候啊，会说尼采所诊断的虚无主义啊，肇始于上帝死了。而在科尔凯郭尔这里呢，造成虚无主义的直接原因可以说就是黑格尔死了啊，意思就是说黑格尔所宣扬的那一套理性主义的整体主义的形而上学不顶用了啊，教科书不顶用了。那么既然教科书不顶用了，对于你的人生中的重大决策，你得自己做出决断。注意哦，是决断，决断的意思就是它在理性上是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那么对于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题，你该怎么解呢？科尔凯郭尔说，不要忘了啊，人的生存的最根本的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真理都是主观的。所以呢，如果外在的理性的整体主义的教科书不顶用了，我们就需要回归内心，回归到自己内心一种最本己的情感。这种情感是非理性的，是用道理说不清楚的，最内在的但又最真实的体验啊。我们举例子来说啊，还是拿小方和小圆来举例子，究竟在小方和小圆之间应当怎么抉择呢？这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完全取决于你的非理性的决断。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好比说啊，你后来取了其中一个吧，就比如说你取了小方了吧，后来有一天小方问你，为什么你当初选了我而没有选小圆呢？你这时候千万不要给出什么理性主义的解答啊，不要跟他讲道理啊，说什么因为你更漂亮啊，或者因为你的学历更高啊，你还傻不拉几的拿出当年的直男小日记本啊，左边这一页呢写了取小方的好处和弊端，右边这一页呢写了取小圆的好处和弊端，然后一加总啊，取小方的净收益大于取小圆的净收益，所以此题的解就是取小方啊。你还舔着脸跟小方说，嘿老婆，你看这道数学题多么理性，多么客观，多么有说服力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晚上估计要跪一夜的电脑主板了。不要跟你的老婆讲道理，这倒不是说你老婆是不讲道理的人啊，而是说对于人生的重大决策，任何道理都是不完备的，都是有破绽的。就比如说你说当初你是因为你老婆更漂亮所以你选择了她，那她就会反问你，那你以后碰到一个更漂亮的，那你会不会变心呢？对不对？你通过算数来娶老婆，这不是爱情，这是爱情买卖。所以呢，你就不能给出一种理性主义的讲道理式的回答，而是要给出一种决断式的非理性的没有道理的回答啊。就比如说这样的回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从理性上来讲，你没有小圆漂亮，你的身材也没有她好，你的学历也没有她高，道理我都懂，但是我的内心总有一种莫名的非理性的抑制不住的冲动，我就是想要和你在一起。老婆，我爱你。这个月的生活费你看是不是？兄弟们请把学会了打在公屏上。所以说你老婆是要听你给出什么理性的理由吗？不是的，她是要听你的态度，因为在关乎人生的重大决策方面，一切道理一切理性都是无力的，甚至都是荒谬的。而这个对伴侣的选择只是人生重大抉择中的一例啦。既然人生的意义是没有理性的客观的普遍的解决方案的，在科尔凯郭尔看来，最终你人生意义的附着啊，需要落到信仰之上啊。科尔凯郭尔这里所谓的信仰当然是对上帝的信仰，而且同样的呢，这种信仰也是非理性的，是没有道理的。在科尔凯郭尔看来，信仰是不是真信仰啊，不在于理性的权衡，而在于一种承诺，一种誓约，在于当你只有你自己这么一个孤独无援的自我时，敢不敢把自己这100来斤完全交出去，面对信仰纵身一跃。科尔凯郭尔当然反对那种基于理性的权衡的信仰，这通通都是假信仰。这个西方哲学史上不是有很多那种通过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信仰合理性的努力吗？科尔凯郭尔统统看不上。就好比17世纪的法国科学家布莱茨·帕斯卡用理性的方式证明对上帝信仰的合理性啊，搞出了个所谓的帕斯卡的赌注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要选择是否信仰上帝呢？我们就要来权衡，他就搞出了个矩阵啊，要么上帝存在，要么上帝不存在啊。然后另外一个维度是啊，我们要么信上帝，要么我们不信上帝啊。然后各种排列组合啊，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选择信仰上帝，因为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了，那我们就赚大了，对吧？那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嘛。那么面对这么一盘博弈，你不必是一个赌场上的老手，只要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就应当选择信仰上帝。那这在科尔凯郭尔看来简直就是胡扯。
你这抠抠搜搜、斤斤计较的，合着您是搁这计算信仰上帝的性价比呢？那这样的信仰也太廉价了吧！这就像你老婆问你当初为什么选了他，你掏出你的直男小本本跟他算算数一样。你对上帝的信仰如果也是算性价比算出来的，那这不是信仰啊，这是在做买卖啊！在这个意义上，科尔凯郭尔和希腊化时期的神学家德尔图良算是想到一块去了啊。德尔图良有一句名言叫做因其荒谬，所以信仰。这意思就是说呢，正是因为他是不讲道理的，所以对他的信仰才是真信仰，讲得通道理的信仰只是算计而已。所以咱们说回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人，因而就没有什么理性的、普遍的、教科书式的人生意义解决方案。要克服虚无主义，在于你敢不敢义无反顾地把自己交出去，找到自己愿意奋不顾身的信仰。当然啊，虽然科尔凯郭尔这里讲的信仰是对上帝的信仰啊，当然放在咱们今天这个语境中说啊，也不是说非得咱们一定要去信个什么教之类的，就是说啊，你能不能找到那个让自己愿意奋不顾身的那个使命，那个愿意做出承诺和誓约的事情。其实也就是汪峰老师说的，你有什么梦想？梦想是出于热爱，梦想是非理性的，因为理性的教科书并不能指导你的人生。好，这就是对科尔凯郭尔的诊断以及方案的介绍。那介绍完科尔凯郭尔，下面我们来介绍叔本华的看法。好，现在说到叔本华了，还是老规矩啊，在开药方之前，先说病因诊断。我们先来说一说叔本华所诊断的虚无主义的原因是什么。叔本华对虚无主义病因给出的诊断是，就是因为人们总是在欲望的驱使下不停地追求新的满足，因而就产生了虚无主义。这怎么说呢？为什么满足自己的欲望就造成了虚无主义了呢？这就要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说起了。而如果要说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我们又不得不从康德的哲学思想说起。为什么呢？因为叔本华的哲学就是继承自康德的。我们懂点哲学的都知道啊，在康德的世界观里面，世界分为表象世界和本质世界啊。我们之前说过了，形而上学会把世界分为表象和本质，但是康德这里的二分呢，并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一种认识论的。就是说呢，我们人呢只能认识表象世界，但对于事物的本质，我们的认识是无法涉足的啊。用康德哲学的话说，就是我们只能认识现象界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认知范畴能够投射其中的现象界。就好比说呢，这里有个苹果，我们能通过我们的视觉感受到它是红色的，我们能通过我们的触觉感受到它丝滑的手感和它的重量，我们能通过我们的嗅觉感受到它清香的气息，我们能通过我们的味觉感受到它酸酸甜甜的味道。但是呢，撇除这些现象，你如果再问我这个苹果本身是什么，这我们就没法认知了。本质并不在时空之中，时空本身就是我们认知的形式。对于本质世界，我们是不可知的康德把这个本质世界里面的东西呢，叫做物自体，或者翻译叫做事物本身，或者叫做自在之物 things in themselves， 德语原文叫做 Ding an sich。这个物自体呢，就相当于我们对表象能够产生认识的第一推动力，因为这个表象并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嘛，它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第一推动力来刺激我们的认知形式才行，对不对？但是呢，对于这个第一推动力本身，我们是无法对其做出任何描述的，甚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康德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好，说完康德哲学啊，我们说回来叔本华的哲学。叔本华呢，一方面继承了康德的这个二分世界观，把世界分为表象与本质，但另一方面，叔本华也对康德哲学进行了改造。叔本华认为康德哲学还不够彻底，康德的这个物自体并不是不可描述之物。在叔本华看来，这个物自体，这个使得表象得以产生的第一推动力就是意志。意志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在经验世界中看到的各种现象的生灭运动，其背后都是意志在推动的。凭什么叔本华就说物自体就是意志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叔本华所谓的意志这个意志不单单是指说我要升职加薪我要迎娶白富美这种特定的人的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意志，它不是谁的意志，而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它就是一种底层的盲目的不可抑制的冲动它没有任何原因和根据，它就是一种纯粹的倾向，这种纯粹的倾向就是求生存求存在。所以呢，叔本华所谓的意志也叫做求生意志或者叫做生存意志 Wille zu leben 英文就是 will to live， 是一种求生存的意志。这种求生意志呢，就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它驱动着宇宙万物的生灭运动我们套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说这就好比说呢，
万物都有一种抵抗熵增的意志，对吧？这个动植物不停地繁衍后代，细胞不停地复制自身，病毒不停地变异，都是在求生意志的驱动下的产物，甚至包括无生命物也是在求生意志的驱动下运动的。就比如说这个水往低处流啊，石头往下落啊，这也是在抵抗熵增嘛。这个石头往下落就是引力的作用嘛，有引力的话才能聚集成星球，是不是？你要是觉得叔本华的这个所谓的求生意志听起来有点玄乎不好理解的话，你就把它理解成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啊，虽然不是很准确啊，但是有点近似啊。这个自然选择呢，它就好像一个无形之手一样，让生命不断的进化，对吧？这个生命不断的觅食和繁衍，不断的求生存，不断的传播自己的基因，对吧？如果有件事情是对传播基因有利的，那么自然选择就会驱使生命去执行它，对不对？而且呢，这个自然选择啊，它是无目的的，对吧？达尔文学术的一个革命性的体现就在于它推翻了古代的目的论的世界观，而叔本华所谓的求生意志也是无目的的，它并不是要往哪个方向去求生存，它既不向善也不向恶。求生意志就是一种盲目的冲动，一种不可名状的推动这个世界运行的原始本能。好，介绍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以后，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是由求生意志驱动的。那么这么一套本体论在伦理上又导致了什么后果呢？叔本华认为，这个驱动一切的求生意志就是所有人生苦难的根源。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既然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意志，你这个人呢，作为一个表象，你的所有行动其实都是求生意志在驱动着你去做的。它的表现就是你的身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你的各种各样的行动看似是出于自己的理性规划和自由意志，其实就是求生意志通过欲望来诱使你去实现它自身的工具而已。你是不自由的，你只是求生意志的奴隶。就比如说呢，求生意志一种最直接最坚决的表现就是生殖意志，对吧？这个求生意志就是要求生存嘛，那么就要抵制死亡，那么抵制死亡的方式就是繁殖后代，这就是生殖意志嘛。人的两性关系啊、爱情啊、婚姻啊，无非就是生殖意志实现自身的工具，对吧？你以为你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给你的男神啊、女神啊点赞啊、投币啊、一键三连啊，是出于你对他发的这条朋友圈在理智上的认同吗？不是的，你就是一个工具人，是生殖意志主宰着你对你的男神女神点赞投币加一键三连的啊。此外呢，你以为追求到自己的男神或者女神以后，生活就圆满了吗？啊，就像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一样啊，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然后画面渐白 ，end of the story， 故事结束。然而，真实的生活是这样的剧情吗？不是的，在求生意志的驱动下，人有无穷的欲望要去满足，并不会有圆满的一天。你会在欲望的苦海里无尽的煎熬，要么呢就是欲求不满，你很焦虑很痛苦，要么呢就是欲望满足了，你觉得就这，然后陷入了一种空虚感之中。这就好比说呢，你提前2年就准备考研啊，你每天起早贪黑用功复习，满心期待能够考研成功。为此呢，你很焦虑，你害怕失败嘛？结果好死不死，你还真没考上啊！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你很痛苦，你很悲伤，你满地打滚。然后第2年呢，你又参加考研了。这一次呢，你吸取了第1年考研失败的经验教训，你第2年考研，考上了啊，你满心欢喜，梦想终于实现。但是，你以为考研成功以后就完全上岸了吗？你的这种开心的感觉啊，没过3天就趋于平淡。你发现你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进入一种纯白色的至善状态，生活一如往常。你开始觉得无聊，开始念想其他东西啊！你开始想啊，我要是谈个恋爱就好了。然后呢，你又去追求异性，又来了一轮和考研过程类似的经历，你就从一个欲望的漩涡跳向了另外一个欲望的漩涡，永无止境。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上岸，苦海无边，根本没有岸啊！有的只是在没有满足这个欲求之前的那个短暂的错觉，一旦踏上了这个岸边，这个岸就会往后移，你永远不会真正的上岸。在这里，叔本华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金句：人生就是在欲望不满的痛苦和欲望满足之后的厌倦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所以虚无主义的病因是什么？在叔本华看来，病因就是你屈从于求生意志，在欲望的苦海里不断的煎熬着，这就是虚无主义的病因。好，说完叔本华的病因诊断，下面叔本华就要来开药方子了。既然叔本华对虚无主义的病因诊断就是人的生活受到了求生意志的宰制，那么基于这种诊断，叔本华开出的药方一言以蔽之，就是否定求生意志，对吧？既然虚无的病根在于求生意志，那么要摆脱虚无，就要否定求生意志，对不对？不要在虚幻的欲念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你对欲念的执着只会造成你的痛苦和厌倦。
哎，那有人听了，什么说要否定求生意志，这不是让人不要求生存的吗？那甭搞那么麻烦，我一瓶农药下肚就一了百了了。哎，叔本华是明确反对自杀的，因为自杀并没有否定求生意志啊，反而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最大限度的成全了求生意志对你的宰制，对吧？你之所以想要自杀，恰恰是因为你太爱你的欲望了，对吧？你承受不了你的欲壑难填，因此自杀你就输了，你这不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你这是对虚无主义的屈服。自杀是无法否定求生意志的啊。那么究竟怎么否定求生意志呢？叔本华开出了2味药，一味是审美，一味是禁欲。好，我们先来说审美。为什么审美能帮助人否定求生意志呢？你想啊，平时你看待你身边的事情的时候啊，哪怕是看待网络上的事情的时候啊，都充满了各种欲念啊，要么就是感叹 YYDS， 要么就是感叹 NMSL， 对吧？现在这个弹幕的戾气都很重嘛，这就是受到了求生意志宰制的表现，因为你总是带着自身的利害关系去评判这些事情嘛，所以你就看不开嘛。那如何摆脱这些欲念，摆脱这些利害关系呢？那就要去欣赏艺术作品，因为审美是无利害的嘛。这里说的审美不是说去刷短视频啊，而是去欣赏像诗歌、音乐、画作、戏剧这样的艺术作品。当你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的时候，你会暂时忘记自我，忘记自身的欲望。对艺术的审美啊，会悬置掉你自身的欲念和利害关系啊，你不会急着去发弹幕评判，而是去共情啊。就比如说，当你看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时候，如果你是真正带着共情看进去了啊，你不会傻不拉几的发个弹幕问这里面到底谁是坏人啊，然后跟人在弹幕里面撕起来，而是设身处地的与剧中的俄狄浦斯深度共情，感受到命运的无常。欣赏画作，欣赏音乐啊，也是同样的道理。艺术作品呢，有一种监理的效果，让你能够暂时摆脱掉欲念的宰制，能够直达所谓的理念世界，从而让你达到一种超然的状态，达到内心的平和。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毕竟呢，艺术审美也只是暂时能够让你获得内心的平和。当你走出剧院，走出展览馆，过不了多久，你还是会被世俗的纷纷扰扰所牵绊，你还是会回到痛苦和厌倦的钟摆之中。所以，想要克服虚无主义，审美这味药至多算是个药引子，正药还得是下一味药，那就是禁欲。说到这，不得不和各位介绍一下，叔本华的哲学深受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所以他的哲学听起来就非常佛系嘛。叔本华说的，在痛苦和厌倦之间的钟摆，从一个欲望的漩涡跳向另外一个欲望的漩涡，这不就是佛学里面讲的苦吗？那么怎么样脱离苦海，离苦得乐呢？和佛学一样，叔本华的哲学也是讲求禁欲的。因为如果我们认清了世界的本质就是意志，认清了我们痛苦的来源就是我们个体的意志，那么我们与求生意志进行抗争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彻底放弃抗争，对吧？躺下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嘛。只要摆脱求生意志对人的煎熬，我们必须清除自己的各种欲念。这样的话，求生意志就哪里没办法了嘛？用咱们中国话说就是无欲则刚。那么怎么过禁欲的生活呢？叔本华说，首先你要克服性欲，对吧？之前也说过了，求生意志最坚决的表现就是生殖意志嘛。性欲啊，就相当于把你身上的求生意志延续到了你死亡之后，让你的后代继续遭受求生意志的煎熬。于是呢，你的人生呢，就像是被上了发条，总是到处去求偶，搬砖的时候也搬不了几块砖，写稿的时候也写不出几个字儿。你对你的男神或者女神挂念的死去活来的，人家对你爱答不理呢，你还痛苦的满地打滚，还可以贬低人家，说这种人白送我都不要，哼！你看这个生殖意志都让你人格分裂了，属于是。所以如果想要摆脱求生意志的奴役，你首先得要戒色，不该看的资料不看，不该干的活不干，并且呢，不要期盼从什么爱情故事里面获得什么人生的意义，这些啊都是虚幻的。当你戒除掉种种欲念以后，你的内心会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当其他人遭遇到欲念的煎熬而满地打滚，浑身抽搐的时候，你面对这些欲念，比如说你的女神突然向你示好了，你也只是微微一笑，绝对不愁。做到禁欲的你呢，也就彻底的放弃了个体的意志。也只有当你放弃了个体的意志，你才能和那个推动世界运行的意志合而为一。而这个时候，你就达到了一种无的境界，无欲无我，充盈你内心的是无比的喜悦。但同时呢，你的内心又像平静的水面一样，没有一丝涟漪。自此，你就摆脱了痛苦和厌倦之间的钟摆，达到了佛家所说的涅槃的境界。这就是叔本华的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案。好，介绍完叔本华的方案，下面我们来介绍尼采的方案。德国哲学家尼采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
尼采自己年轻的时候啊，读到了叔本华的《作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这本书啊，深受启发，成了叔本华的迷弟了。他自己还写了一本书，叫做《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也是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尼采才开启了自己的哲学之路啊。用尼采自己的话说，就是叔本华是他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教育者。但是呢，尼采后来自己的思想啊，与叔本华分道扬镳，因为尼采觉得啊，叔本华这个思想也太丧了吧，最终还导向了佛系禁欲主义。尼采是不认同这个的啊。尼采认同叔本华的地方在于，是啊，一切都是受到意志的宰制，但是有这个前提，就必然导向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结论了吗？也就是导向否定生命意志，走向佛系禁欲主义吗？尼采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关键就在于尼采对叔本华提出的意志Wille 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叔本华的 Wille 是一种求生存的 Wille， 是 Wille to leben 英文就是 will to live， 而尼采的 Wille 是一种不停要搞事情的 Wille， 是 Wille to Macht， 英文就是 will to power， 中文翻译叫做权力意志或者叫做强力意志这个中文和英文的翻译都没有翻出 Wille to Macht 的意思我们还是从 Wille to Macht 与 Wille to leben 的对比中来理解这个叔本华的意志是一种消极的求生意志，是为了活着，为了自保。但是尼采认为，生命的首要原则不单单是求生存，而是生命力的释放，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充沛、更丰富，因而总是一种想要创造、想要搞事情、要获得更多力量的这么一种意志。简单说呢，叔本华的求生意志是一种消极的求自保、求繁衍的意志，而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种积极的、要搞事情的、要变得更强大的意志，一个消极，一个积极。所以呢，正是基于一种消极的求生意志，叔本华最终导向了要彻底否定意志，走向了佛系禁欲主义。那尼采说，你干嘛搞得这么厌世呢？你躲什么躲呢？对吧？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吧？你怕什么怕呢？你得支棱起来我们知道这个鲁迅先生的思想也是深受尼采哲学的影响的。好，既然尼采在早期是认同叔本华哲学的，后来他就不认同叔本华了，那么对于虚无主义的看法，尼采自然也是与叔本华不一样的。好，老规矩在给出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案之前，我们先来说尼采对虚无主义的病因诊断。我们虽然很多人没读过尼采的书但是肯定都听说过尼采提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叫做上帝死了。上帝死了带来什么后果呢？上帝死了造成了欧洲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上帝死了的后果。为什么上帝死了会导致虚无主义呢？道理很简单嘛，因为那时候人们普遍信仰宗教嘛，而人们的人生意义就是由宗教信仰来赋予的。大家想我们的人生好短暂的我们都会死，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会灰飞烟灭 ，Nothing lasts forever。但是呢，我们却对永恒有一种渴望，我们会觉得人生的意义应当由某种永恒性的东西来赋予。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给自己的人生找到意义我们就必须超越这个万物皆流、无物常驻的此岸世界，而锚定到一个超越的、永恒的彼岸世界那里去。宗教就是这么一种对彼岸世界信仰的产物。有了那个彼岸的信仰，我们才会觉得我们在此岸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我成天996上班下班挤地铁，扶老奶奶过马路，这都是有意义的，对吧？我在此岸世界越勤劳越有德行，就越能说明我是能得到救赎上天堂的，对不对？我们在此岸的生活必须勾连到对彼岸的报偿之上，这样我们才会在此岸踏踏实实的生活，对不对？但是由于启蒙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然有一天我们得知上帝死了，根本没有彼岸，我们只有此岸，不会有救赎的到来。我们活着，然后我们就死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所以尼采抛出上帝死了这句口号并不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抛出的，这不是欢呼，而是一种沉痛的宣告。上帝死了，虚无主义时代来了，我们该何去何从那么这是不是说尼采主张要返回到对基督教的信仰之中呢就像之前克劳凯郭尔给出的方案那样，对吧？面对信仰纵身一跃？当然不是。尼采是一个著名的敌基督者这个敌基督的意思就是反对基督教的意思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敌基督者》。尼采认为，为什么人们会陷入虚无主义呢？恰恰就是基督教的彼岸信仰造成的。这话怎么说呢？刚刚不是说上帝死了是虚无主义的原因，怎么这会儿又说信上帝就是虚无主义的原因呢？那到底上帝是死还是不死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在尼采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彼岸嘛，没有彼岸就没有彼岸嘛，本来这事儿也没什么问题的，结果被你们这帮彼岸世界的信徒编造出了一个彼岸的谎言出来，搞得大家都信以为真了。
但是谎言终究会被戳破的嘛，一旦谎言戳破，那虚无主义不就来了吗？这就好比说呢，这最后一个月快过年了，本来呢我是打算领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了。结果老板跑过来跟我说，不只有工资哦，还会额外给你发5万块钱的年终奖。我说还有这好事儿，哎呀，感谢老板，感谢公司。然后呢，我这个月每天工作都十分虔诚，都是抱着感恩的心来工作的。结果后来你告诉我没有年终奖，这是一个谎言。哎呀，这把我失落了。就是你本来不跟我提这事儿，我还挺开心的。结果现在我感觉自己跟丢了5万块钱似的。你说我这回家过年以后能开心吗？那同样的道理呢，恰恰是彼岸的谎言才造成了虚无主义。你以为尼采批评的只是基督教吗？当然不是，他批评一切编织彼岸谎言的形而上学啊！什么叫形而上学？我们之前在介绍科尔凯郭尔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再说一遍，形而上学简单说就是把这个世界分为表象和本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纷繁无杂的世界都只是表象，在表象的背后还有一个主宰表象的本质世界。这个本质世界是统一的、永恒的、纯粹的、美好的，因而也是能够为我们的生活赋予意义的。我们之前提到了黑格尔的哲学就是一种形而上学。那尼采这里拿出来当靶子的形而上学呢，是柏拉图的哲学。柏拉图的哲学也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大家都知道啊，柏拉图提出过理念论啊，就是说呢，世间万物并不是自在的哦，世间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分有了理念，对吧？这个桌子有桌子的理念，人有人的理念，善有善的理念。这个理念呢，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纯粹的、永恒的，是高居于彼岸世界的，对吧？拉斐尔的那幅画里面，柏拉图一手指天，指的就是那个彼岸世界。这种柏拉图主义呢，如果只是在哲学家小圈子里面糊弄人也就算了，要知道啊，后来这种柏拉图主义啊，用户下沉了，扩散到了千家万户之中，这就是后来的基督教。在尼采看来啊，基督教就是柏拉图主义的一种变体，因为二者都编织了一套彼岸的谎言啊。这个柏拉图哲学也讲究灵魂不死、善恶有报，只不过呢，基督教是用户下沉了的柏拉图主义啊。尼采把它叫做民众版本的柏拉图主义。无论是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还是民众版本的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都是建立在彼岸谎言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造成虚无主义的病因。为什么对彼岸的信仰会导致虚无主义呢？这就要说到尼采哲学的一个关键点了啊，那就是生命力的展现。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说回到尼采和叔本华关于意志的分歧了。我们之前说过啊，叔本华把求生意志看作是一种求自保、求繁衍的消极的东西，所以叔本华最后走向了否定生命意志，走向了佛系禁欲主义。而尼采却认为生命意志是好东西啊，它是一种想要创造、想要搞事情、倾向于释放生命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蓬勃、更茂盛的权力意志啊。所以根本而言，怎么样定义虚无主义呢？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就是对生命力的否定，一切否定生命价值的、让生命力衰退的，都是虚无主义。所以我们说回来，为什么对彼岸的信仰会导致虚无主义啊？因为对彼岸的信仰导致了对现实生命力的压抑嘛，对吧？你这一辈子在此岸活着，是为了兑现下一辈子在彼岸的幸福生活，这一辈子的此岸生活不是你的终极目的，那你还会好好过好这一辈子吗？好，我们总结一下，在尼采看来，造成虚无主义的原因啊，表面上看是彼岸的信仰崩塌了，根本来看，虚无主义的原因就是对彼岸谎言的信仰本身，因为对彼岸谎言的信仰压抑了此岸的生命力。好，说完病因诊断，下面我们来说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案。既然虚无主义的病因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对压抑生命力的彼岸谎言的信仰，那么药方怎么开也就很明确了嘛。总体而言分2步走，一是破，二是立。好，我们先来说破这一步。破就是要打碎一切柏拉图主义及其变体啊，包括形而上学，包括宗教信仰，甚至包括启蒙主义推崇的科学理性，这些否定生命价值的彼岸谎言都应当打破。尼采写过一本书啊，书名叫做《偶像的黄昏》，副标题是如何用铁锤从事哲学，这意思就是要用铁锤把那些彼岸谎言这些个偶像统统打碎。那进行完破的这一步，下面就要进入到立这一步了。尼采要立什么呢？这就要说到尼采的超人哲学了。什么是超人 Übermensch？ 当然啊，由于尼采著作的文学性啊，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解释啊，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说，超人是相对于上帝而言的。尼采说，上帝死了，超人诞生，那么超人就是此岸的上帝。当我们打碎彼岸的谎言以后，我们的生存意义无需再到彼岸那里去寻找，我们需要在此岸自己为自己创造生存的意义，对吧？上帝他老人家死了，我们现在也只能靠自己了呀，我们得自己为自己做主了呀。而超人就是此岸的上帝。超人不需要彼岸的救赎，超人自己就能救赎自己。尼采说，
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这意思就是说呢，超人不需要把人生的意义维系在虚无缥缈的彼岸，超人热爱此岸的大地，超人立足于此岸的坚实地面上，就能自行创造价值。超人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告诉自己应当如何生活。而且呢，这也要联系到权力意志这个概念来说啊，对吧？这个尼采哲学很多概念都是相通的。权力意志是一种想要创造、想要搞事情、倾向于释放生命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蓬勃、更茂盛的意志。而这种权力意志在上帝死了之后，在此岸的世界里就能发挥更大的用场了，对吧？因为此前都是彼岸的上帝教我们如何生活，我们都是按照彼岸的价值来安度自己。而现在我们可以在此岸的大地上自行创造价值了呀，我们的生命意志，我们的权力意志终于可以得到尽情发挥了呀，这可是应当开香槟的事情呀。但是呢，也不是所有人都会为这事儿开香槟啊。据此呢，尼采区分了2种道德啊，或者可以理解为2种生活方式，一种叫做奴隶道德，另一种叫做主人道德。这个奴隶道德就是之前提到的柏拉图主义的信徒啊，以及基督徒，也包括叔本华这种佛系禁欲主义者啊，就是不敢自己给自己创造生命价值，他们就不会为上帝死了开香槟啊，他们总会有虚假的彼岸信仰，自我欺骗，压制自己的生命力，把人生希望寄托在虚妄的观念里面。而主人道德则与此相反啊，就像之前提到的鲁迅先生说的呀，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主人道德也就是超人的道德，超人在荒芜的大地上自行创造生命的价值，尽情释放自己的生命力，自己救赎自己。用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话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热爱生活。尼采的告诫是，我们应当拥抱主人道德，而要摒弃奴隶道德。奴隶道德是生命的凋敝，主人道德才是释放怒放的生命。这就是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诊断及其解决方案。好，介绍完尼采的方案，下面我们来介绍下一位哲学家萨特的方案。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呢，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就是不同的哲学家一起来研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今天呢，针对虚无主义问题，就有5位哲学家参会。可能对于有些不大了解哲学史的朋友来说啊，就有个疑问了，就是你介绍的这些哲学家啊，都是谁呀？他们都出生于哪个年代？又是谁先谁后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有一个让你一目了然的了解古今中外各个哲学家谁都是谁，谁又提出过什么思想的方法，就是你去下载一个名叫全历史的 APP， 里面有个叫做全哲学的板块啊，这是咱们自己做的东西啊。这里面呢，都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串在一根时间轴上了啊，属于是把时间空间化了，让你一目了然的浏览哪些哲学家都在哪儿。而且呢，这根轴啊，不单单有西方哲学家，也有咱们中国哲学家。就比如说呢，你能看见康德和戴震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安瑟尔默和阿尔诚是同一个年代的人。而且呢，左滑右滑能滑出每个哲学家的经典哲学理论的大白话的解释，并且点击每个哲学家的头像呢，都能看到每个哲学家思想的详细介绍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这个哲学轴实在是太好用了，推荐大家都来滑一滑。好，这个节目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在萨特看来，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虚无主义呢？萨特说啊，这是因为啊，我们人的生存本来就是一种虚无。这话怎么说呢？这首先啊，就要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萨特的一句名言金句说起，那就是存在先于本质。我们都听说过萨特哲学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啊，这句话甚至都成了整个存在主义这个哲学流派的一句代表性口号了。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句口号是啥意思啊。萨特首先区分了2种存在，一种是物的存在，一种是人的存在。这个物的存在什么样的呢？物的存在就是本质先于存在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一个杯子吧，这个杯子在被制造出来之前啊，它的本质就已经先存在了，它的本质就是个杯子嘛，就是一个盛水的容器嘛，这就是它的本质。而且呢，它是逃脱不了它的本质的，哪怕把它打碎了，它也是个碎了的杯子，对不对？但是人有这种固定的本质吗？人没有，人不是一种现成的确定的存在，人的本质总是有待形成的。人可以是好人，可以是坏人，可以是程序员，可以是 UP 主，对吧？人总是面临可能性而生存的，人总是不断的将自己推向未来的可能性的。人不爱是自己主观选择成为的那个东西，人永远不会是什么，人永远都在成为什么。萨特认为，人不同于所有其他物的地方在于，人是自由的。注意哦，萨特这里说人是自由的，并不是像有些其他哲学家那样说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好像这意思自由只是人的属性之一啊。萨特说人是自由的，是说呢，
人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自由，这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空无，就是一种虚无。为了方便我们理解萨特的哲学啊，我们不妨将这3个概念看作是相通的或者等价的，那就是人的存在、虚无以及自由。人是没有固定本质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无，因而人的存在本身也就意味着一种绝对的自由。人是自由的，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对人的一种褒奖啊，对吧？裴多菲的那首诗怎么念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吧？自由经常被人视作是至高的价值，但是萨特说的人的自由，不是说我既可以自由的选择吃炸鸡，又可以自由的选择吃麻辣烫这种自由啊。萨特说的自由是人的一种根本的处境，就是你没有固定的本质，你永远都在面向可能性而生活，而这种绝对自由的处境，说实话，对于很多人而言又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意味着你得不停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积极主动的去行动，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意义。而且呢，其他任何人都帮不了你，你只能自己去为自己创造生活的意义，而这又好累呀。这意味着你永远没有舒适圈，对吧？你永远要不停地出圈。哲学家弗鲁姆不是有一本书的书名就叫做《逃避自由》吗？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惧怕自由，想要逃避自由，于是他们就陷入了一种自我欺骗的状态中啊。这个自我欺骗也是萨特哲学的一个术语啊，它的法语原文是 mauvaise foi， 翻译成英文是 bad faith， 直译成中文也就是坏的信仰的意思。其实简单说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贴标签，来自己骗自己啊！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不是一个面向可能性的人哦，我是有本质的啊，我是有标签的。哎，他们都说我是个打工人啊，对，我就是一个打工人。哎，他们都说我是个 UP 主啊，对，我就是个 UP 主。然后呢，我就自己躺在自己给自己编织的标签里面，哎，就感觉自己很舒服了，感觉自己很圆满了啊！我把自己这100多斤的身子，整个都交给这些个标签了，我只需要像一个 UP 主那样活着就行了，我自己就不用做出自由选择了，我就成了一个物，成了一个本质先于存在的东西。萨特说：“你这是自己骗自己啊！这些个标签都是他人给你编的，你还真信呢？你这100多斤的身子啊，是交不出去的，因为你无论如何都是自由的。用萨特的话说，人是被判为自由的，这是逃无可逃的，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虚无。”好，这就是萨特对虚无主义的诊断，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无。说完诊断，下面我们来说克服的方案。人是被判为自由的，人的生存处境本身就是虚无，那怎么办呢？萨特呢，其实并不讲究要克服这种虚无，因为这是人的根本生存处境嘛。他反而认为，人的这么一种虚无的根本处境啊，并不是一件让人悲观的事情，反而呢，你去自欺式的逃避自己的虚无处境，逃避自由，反而是可悲的。人的绝对自由呢，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是一种重负，因为自由意味着你要去承担自由选择带来的责任嘛。但是呢，人的绝对自由也意味着人的尊严以及人生活的希望。试想呢，如果人也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东西，那么你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对吧？一种已经定型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对吧？大家都看过科幻电影《降临》嘛？这个电影里面有个设定啊，就是你获得了一种超能力，能把自己的一生一眼看到头，你能提前知道啊自己以后做什么职业，和谁结婚，生几个孩子，甚至都能提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你说这样一眼看到头的生活，这稳当倒是挺稳当的，但这还有什么活头呢？这不叫生活啊，这叫出席自己的生活。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就在于它总是面向可能性的生活。当然啊，萨特说我们永远是自由的，这倒不是说你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任何样子啊。萨特说的自由啊，是一种意识上的自由，并不是说我想自由的成为亿万富翁，我就能肯定成为亿万富翁的，而是说呢，这个人呐，不存在这么一种状况，说啊，我活到这个份上，我已经活圆满了，不存在的。你总是可以有所作为，总是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你总是面向可能性而生活。人的这种总是面向可能性而生活的境遇，就为我们的积极行动打开了空间。所以萨特的哲学呢，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它讲究我们要不停地去行动，去积极地塑造我们生活的可能性。这样的生活才是不油腻的生活嘛，对吧？虽然我们逃无可逃地处在一种虚无的处境中，这种处境我们不要逃避，我们要认清这种生存处境，剩下的就是去积极行动。所以萨特的行动哲学给我们的启发，简单概括就是认清形势，干就完了。好，介绍完萨特，下面我们来介绍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位哲学家加缪。
加缪是和萨特同时代的一位哲学家，而且都被人们归类为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但是呢，人家加缪本人是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的，而且呢，加缪也不算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因为不像萨特呢，人萨特是正经写过几部哲学论著的啊，而加缪产出的呢，几乎都是文学作品，什么小说啊、戏剧啊之类的。不过呢，这些文学作品都是表达了加缪本人的哲学思想的。那加缪本人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他对虚无主义的病因的诊断，这个关键词就是荒谬。啥叫荒谬呢？这个荒谬啊，它是一种感受，是一种荒谬感，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感觉这一切啊，它都很荒谬，就很没有意义。就是我做的这些个事情啊，它都很没有意义。咱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我做的这个视频节目了，它就很荒谬。它有什么意思呢？写篇稿子费老劲的，就这么一期换了多少个大问题的选题了？有人看的吗？没人看呀。确实呢，每多做一期啊，就会多涨一点粉。可是那又怎样呢？现在是几万粉，几十万粉了又怎样？几百万粉了又怎样？有几百万粉丝订阅就能说明你做的这个节目是一个有意义的好节目了吗？说明不了的嘛，对吧？所以做这个节目它就没什么意义，这一切就很荒谬。这个荒谬感的来源啊，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本身是荒谬的，而是说世界本身是没有自身的目的和意义的，对吧？正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嘛。世界只是存在在那里，不好不坏，不悲不喜，它本身并不荒谬。而荒谬感真正的来源在于，我们人呢，总是要追问目的和意义的。于是呢，生存在这个世界中的我们，总是会把自己对于目的和意义的期待投射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刚刚说了，世界自身是不带目的和意义的。每次我们都想要问世界要意义，但世界却对我们毫无应答。于是我们就总是会感受到一种我们的生存和世界本身的一种深深的隔离感。这种隔离感就是荒谬的来源。荒谬感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与我无关。当这种荒谬感来临的时候，我正玩命996呢，就比如说此时我正听着领导在会上对我训话呢，突然一阵荒谬感来临，万物静音，我就看见领导的嘴在那一张一合，不知道在说哪国语言啊。这时候我不禁自问，我的生活，我手头做的这些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吗？对吧？我每天一大早起床，挤地铁上班，跟同事勾心斗角，听领导训话，下班挤地铁回家，瘫坐在沙发上听老婆念叨她今天买的新衣服，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上班、下班、结婚、生子，生一胎、生二胎、生三胎，做房奴、做海奴，然后老去放盒子里边。现在我抬眼一看，领导正搁那咔咔跟我训话呢。然而这一切又与我何干呢？每当遭遇到这种荒谬感的时候，我伫立在原地，突然觉得身边这一切都好荒谬啊！我深深地感到这个世界与我无关。我是谁？我在干嘛？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加缪为这种荒谬感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那就是西西弗斯的神话。就说呢，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国王，由于得罪了众神，众神就判给他一个最严重的惩罚。这个最严重的惩罚不是把他给弄死啊，而是罚他把一个巨石推到山顶。但是每当西西弗斯费尽力气把巨石推到山顶，巨石便会滚落到山脚下。于是西西弗斯要把石头再推回来，周而复始。西西弗斯永远都在做这样一种重复而没有意义的事情。众神认为没有哪种惩罚能比这个更狠的了。加缪说，我们人的处境就像是西西弗斯一样，每天做着重复而无意义的事情，处在深深的荒谬之中。好，这就是加缪对虚无主义的诊断，病因就是荒谬感。这种荒谬感源于我们的生存和世界本身有一种深深的隔离。好，说完加缪的诊断，下面我们来说他的药方。面对生存的荒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加缪给的药方就是，面对荒谬，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反抗荒谬。那具体怎么样反抗荒谬呢？加缪说啊，一般而言啊，面对荒谬的生活啊，通常人们会有3种反应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看看哪种才是真正的反抗荒谬。第一种通常的反应呢，就是自杀。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这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对吧？如果人生没有意义，那么面对荒谬的人生，我们为什么不去自杀呢？但是加缪随即反驳了这种方案，因为自杀并不是对荒谬的反抗，而勿令说是对荒谬的投降，这是一种懦夫的行为。肉体上的自杀并不是反抗荒谬，而是逃避荒谬。好，这是第一种可能的方案被加缪否决了。那第二种可能的方案就是投身宗教信仰。我们之前提到的科尔凯郭尔就会赞同这第二种方案，但是加缪认为这第二种方案依然不是对荒谬的反抗。为什么呢？
在加缪看来啊，这第二种方案是把荒谬神化了，对吧？克劳凯郭尔所信奉的因其荒谬所以信仰嘛，就是把荒谬神化了。但是荒谬本身它既不是坏的，它也不是好的，它只是毫无理由的在那而已。你这把荒谬神化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心里面还是放不下这种荒谬感吗？这依然是对荒谬的屈服，不是反抗。而且这第二种方案呢，比起第一种方案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第一种方案是肉体上的自杀，而这第二种方案就是把荒谬神化，则是理智上的自杀，对吧？你就是把自己的理智全部都交出去了嘛。好，说完这前两种方案呢，加缪认为呢，真正反抗荒谬的是第三种方案，就是享受当下。这话怎么说呢？这就是说啊，是生活很荒谬，但是你之所以总会怀揣着这种荒谬感，就是因为你脑子里面总在想着啊，我的生活，我做的这些个事情，未来能换来什么目的、什么意义呢？问题就在于你对这些意义啊、目的啊的渴求，恰恰导致了你与世界的隔离，导致了荒谬。生活哪有那么多超出生活本身的目的和意义呢？对超出生活本身的目的和意义的不切实际的期许，才是导致荒谬感的根源。所以加缪给的药方就是接受无意义，不要想你的生活有什么目的啊、意义啊，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生活本身，超出生活本身的目的和意义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在于生活的过程。加缪这意思啊，就有点像前2年热映的一部电影叫做《心灵奇旅》的意思。这电影里面的主人公呢，费了半天劲，非得找到那个人生中的大目的、大意义、大真理、大归宿，结果到头来才发现，人生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大目的、大意义、大真理、大归宿啊！即便是电影中所说的那个火花，也不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生活本身，就在于体验生活的每一刻。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所追求的那些只有在未来才有可能兑现的目的和意义，都是虚幻的。我们才能将我们人生的重心从未来转移到当下。不要问未来它能换来什么意义和目的，我们应当享受每一个当下能够带给我们的体验，无论它是痛苦还是欢愉。之前我们提到的加缪说的这个西西弗斯的故事呢，只说了上半段啊，这个上半段听起来好像是个悲剧啊，西西弗斯周而复始的推着巨石。但是故事的下半段是，西西弗斯他明白了他重复的劳作是没有意义的，他接受了这种无意义。面对荒谬的生活，他采取了一种藐视的态度，他并不企图从中获取什么意义了，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享受他推石头的每一刻。在《西西弗斯神话》这本书的结尾，加缪这样写道：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的内心感到充实。可以说，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最后说回做这个节目的问题啊，之前也提到了，做这个节目好像没什么意义啊，无论它是几十万粉还是几百万粉，都不能说明做这个节目是有意义的。但是问题在于，你之所以纠结这些个意义问题啊，就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了嘛，做个节目而已，哪来那么多意义和目的的问题呢？对吧？你非得把自己活成个工具人。我就问你，如果做这个节目它换来不了什么，它既没有多少人看，它也恰不了饭，它本身是不是有意思的？如果它不能给你挣钱，你就不做了吗？如果就算它并不能给你挣钱，你还是觉得做它还是蛮有意思的，这不就结了吗？好，这就是加缪对虚无主义的诊断及其方案。下面我们进入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探讨了5种对虚无主义的诊断及其相应的解决方案。简单总结一下，克劳凯郭尔对虚无主义诊断的关键词是理性，也就是说，追求理性主义、客观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西方形而上学，导致了对真实的个体化的生存的遗忘，从而导致了虚无主义。那么针对这种诊断，克劳凯郭尔开的药方的关键词是信仰，就是放弃理性主义，回归到信仰之中。信仰是非理性的，它不在于你信的这个东西是否合乎理性，而在于你是否敢于纵身一跃。叔本华对虚无主义病因的诊断的关键词是欲望，也就是说呢，在求生意志的载制下，人们总是追求不停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从一个欲望的漩涡跳向另一个欲望的漩涡，永无休止，因而就导致了虚无主义。那么针对这种诊断，叔本华开出的药方的关键词是禁欲。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审美暂时隔离掉自身的欲念，最终呢，我们还是要走向禁欲主义，彻底放弃自己的欲念，这样就能够摆脱求生意志的载制。尼采对虚无主义病因诊断的关键词是谎言。表面上看，彼岸信仰的崩塌造成了虚无主义，根本来看，虚无主义的原因就是对彼岸谎言的信仰本身，因为对彼岸的信仰压抑了此岸的生命力。
那么针对这种诊断，尼采开出的药方的关键词是超人。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我们无需将人生的意义寄托在虚渺的彼岸，而是应当立足此岸的大地，释放自己的生命力，自己为自己创造生存的价值，自己做自己的救赎者。萨特对虚无主义病因诊断的关键词就是虚无。萨特认为人的生存就是虚无，人是没有特定本质的存在，人不是什么，人是其所不是。针对这种诊断，萨特开出药方的关键词就是行动。萨特认为人逃脱不掉，也不需要逃脱这种虚无的处境，人的绝对自由反而为人的积极行动打开了空间。我们应当积极的去行动，去不断的速成自己的可能生活，认清形势，干就完了。加缪对虚无主义病因诊断的关键词是荒谬。这种荒谬感来源于我们的生存和世界本身有一种深深的隔离，感到整个世界与我无关。针对这种诊断，加缪开出的药方的关键词是当下。我们应当接受无意义，不要企图在生活之外寻求什么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而是应当享受当下的生活。本期节目介绍的这5种诊断以及相应的药方可能彼此之间的道理是有相通的，不过他们采取了不同的阐述的视角。你认为哪种阐述的视角更切中我们真实的生存处境，更有道理一些呢？或者你能否提供你认为更好的诊断以及解决方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探讨的是虚无主义的问题可能有朋友听了会觉得，哎呀，这没看这期节目之前呢，本来我的生活挺不虚无的，一看这期节目反而感到有些虚无了。这倒不至于虚不虚无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形式中遭遇到的，不至于读了本书看了个节目就虚无了。可能你晚上再吃顿火锅又不虚无了。本期节目算是哲学养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随着各位朋友的年纪增大，阅历变多你会发现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非像儿时理解的童话故事那样简单和纯净。那这个时候呢，哲学养生的作用就在于，在你还不是那么虚无的时候，思考虚无主义的根源，以及如果遭遇到虚无，自己将会怎么克服这就跟打疫苗似的在无菌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这个免疫力反而不好。正所谓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嘛。哲学养生能够培养自己在精神上的反脆弱的能力。正如尼采所言，那些杀不死我的，会让我变得更强大。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